在成都西南那连绵的群山中，存在着诸多保存的极为完好的古镇。他们曾经由于交通极度不便，致使这里鲜为人知。然而，却也正因如此，这些古镇得以存留下了那份最为质朴、纯真的风貌。高庙古镇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。高庙古镇坐落于洪雅县境内，距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。高庙的名称是因为老街的最高处有一座土地庙而得名。高庙建在一座山坡之上，整个古镇非常有层次，两侧为河谷，里河和张河从山间奔腾而来，在此形成了花溪河。高庙古镇位于四川洪雅的西南，距离县城56公里。由于现在公路网非常发达，到高庙的交通非常便利。一座老屋坐落在汽车站的小广场旁。刚刚进入古镇的范围，觉得这里就像一个过度开发的旅游区，乏善可陈，有点失望。一户人家的门前摆满了盘奖。在古镇总会与这些精灵相遇。这户人家的地理位置绝佳，有着非常大的平台院子，风景如画。顺着公路往下走，还没有让我眼睛一亮的东西。其实我应该在起始的时候顺着另一条山路下来，那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致。两边溪水的水流量非常大，在这里依旧能听到轰隆隆的水流声。这是一间酒坊。今天不是节假日，偌大的院子见不到看护的人。院子的规模很大，古朴庄重，不知以前是什么所在。最后一重院子并不是结束，还有台阶通向他处。高庙老街中其实有很多建筑建于明末清初，经过简单的修缮，建筑依旧散发着历史的韵味。一家卖老腊肉的店铺，万寿宫由清乾隆年间从江西吉安来此经商的商人们出资兴建，故又称江西会馆。这里有一家卖豆豉的小店，香味非常的浓郁，闻着挺香的。穿过这座门廊，才让我有了大大的惊喜，才觉得不虚此行。一条100米长的老街就这般突然出现在眼前，仿若时光穿越那般。它看上去毫无一丝现代的痕迹，俨然完全是几百年前的模样。狭长的老街，磨损颇为严重的石板路，历经风雨打磨的门板，头顶上狭长的一线天，无一不透露着岁的沧桑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。老街两边住满了当地人，这些建筑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逐，依旧可以让人安心居住。建筑默默为人遮风挡雨，人更是让老街的生命得以延续。两方和谐的在这里共存，相辅相成。
这些居民让古旧的老街有了现代的生气，他们欢声笑语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为老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温情。可以想象，老街如果没有居民，很快就会变成断壁残垣。这条老街叫万顺街，保存的极为用心，除了灭火器，看不到一点现代的东西。就连老街上的小卖铺也没有现代的招牌。难得的是，地下的石板路还保持原样，这在整个四川也是很少见的。石板路中间有一个凹槽，是为了排水方便，每一块石板上都被打磨得非常光滑。顺着台阶下去，那条横街就是花园街。由于地处山坡，建筑都是依山而建，因地制宜。这些古朴老旧的墙板在风雨的打磨下，散发出沧桑的质感。一只小猫又一次进入镜头。这里有一处曾经的中国人民银行，上面的大字与人民币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向里面探望，这里早已变成一处民居了。花园街是古街最靠下边的街道，它的旁边就是奔腾的溪水，街道整洁干净，两边的房屋都已经整修过，虽然没有万顺街古朴，但也很清幽。一户人家门前敦实的长板凳，和现代材料的建筑相比，木质老屋总是散发着时光的印记，令人着迷。您好，您家好豪华呀！您家是最豪华的了。您老是喜欢开旅馆的。哦，你是客栈是吧？哦，好，不错，住这儿多好啊！依山而建，让老街曲径通幽，神秘而又充满了美感。沿河而行，溪水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小路旁堆满了烧火的柴火。遥想往昔，出自此处的古人于山坡之上建造房屋，将这里的土地一寸一寸地凿平，历经数百年不懈的努力，方成就了古镇现在的规模。进入一所无人居住的老屋，他们的过往，他们的故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。
为何古镇会有一所人民银行，不得而知。这里有一所鼓楼饭店，真的名副其实。古旧的老楼依旧挺拔，好像在向我们展现它曾经的骄傲。一户人家的小小花园非常有情趣。古镇上有2座吊桥，这一座叫烈士桥，通向对面的烈士纪念馆。这座红色的建筑就是烈士纪念馆，纪念解放战争时期在附近牺牲的7位解放军战士。桥下河水湍急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古镇就是紧挨着河水，依山向上，错落有致。桥下石头上有几个大字“山水环绕”，从这里望去，风景独好。几间民宿建在河边，巨大的河水噪声估计会让这里的人不胜其烦。这是古镇另一座铁索桥，与烈士桥呈8字形，分别架设在2条河上。从这里观察古镇，山峦起伏，绿树成荫，河水潺潺流淌，古老的建筑错落有致，阳光洒下，光影交织，构成了一幅风光秀美、如诗如画的动人画卷。湍急的河水曾经是古镇重要的动力来源。路边迷人的野花，瓦片上的青苔像是大自然赋予的装饰，让建筑更具古朴之美。几百年前的老屋框架已经歪斜，可那斑驳的墙壁仍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。石缝中顽强生出的小草，路边石缝中顽强长出的花朵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这丛花叫朱顶红，俗称炮打四门。哦，叫你看它的四个门。哦，4个门，那哪个4个方向？哦，哇，4个方向啊！就4门。啊，它一个花就4个方向。你看看这个地方，你上来就看到了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对对对。啊，4个方向。啊，东南西北啊。对。还人这个花，你看它生长在这个悬崖的地方，还生命力真强。我是北。没准是围墙时，从这里上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，沿路的民居错落有致。行，这边还算可以。青石台阶沿山而上，一座座老屋古朴典雅。屋前的庭院中，或许有孩童嬉戏，或许有老人闲坐，每一步都有不同的景致。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，等待人们去探寻那隐藏在岁月中的美好。小路边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鲜花，清风拂过，携带着浓郁的花香。
灿烂的阳光如金色的纱幔，轻轻地洒落在大地上。这栋房屋曾经是这里的老旅馆。高庙古镇隐秘于深山之中，依偎在溪水之畔，古老而迷人。它宛如世外桃源，宁静祥和。祈愿它能够恒久地保有那份宁静，始终作为人们心灵的归巢之地。始终作为人们心灵的归巢之地，无论是谁，当疲惫的灵魂来到这里，都能找到那份慰藉，寻回内心的平静。